这个冬天的天气比较寒冷，其实就是一个吃火锅、吃汤锅的季节。今天准备了一只老鸭子，我们来做一个酸萝卜老鸭汤锅。这个鸭子是昨天买的，到冰箱里面稍微冻了一下，宰成大一点的块。宰好的鸭子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来一点姜葱、料酒。焯开过后，把这些血沫全部打去，再煮3分钟，捞出来冲洗干净。泡菜坛子里面摸一点泡萝卜、泡姜，还有泡辣椒。泡姜、泡萝卜切一下。这个萝卜里面红色的，因为是泡的胭脂萝卜。不喜欢吃辣椒的朋友就不放了啊。再来上一点姜葱。今天这道汤菜也比较简单哦。锅里来一点菜籽油，也可以用猪油。把锅支好后，下入这个鸭子肉，用大火先煸炒一下，把这个皮下面的油煸出来，吃起来才香。鸭子肉煸至皮稍微泛黄的时候，下入泡菜和姜葱，一起煸炒。稍有煸炒后，来上一瓶饮料。饮料不够，水来凑，全部烧开过后，把这些浮沫打掉，丢上几捆干发椒，调点盐、胡椒粉，活转的转小火，盖上盖子，烧4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。每天都不晓得啷子的哈，整个人特别的 low， 感觉我哪一天不给老板发视频的话，就有一点不习惯的样子。老板人呢？在睡觉啊？哎呀，老板在睡觉。我说跟你聊聊天的话，我楼得很似的。没空聊，我要睡觉。你没发现我憔悴了吗？憔悴了是你自己弄憔悴的，还不是我把你弄憔悴的。我惹你啊！乖了，你睡吧。哎呀，搞得我都想睡会儿觉了，要不把闹钟调起，就在这里趴着睡一下算了。老鸭汤的时间炖来差不多了，调一点谷氨酸钠，活转的再尝一下，看味道怎么样，够不够酸，够不够辣，够不够鲜。起锅前淋一点白醋，活转的就可以关火出锅。饭店里面的话，一般是用火锅盆装的。吃完鸭子肉还可以涮点素菜，再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酸萝卜老鸭汤锅就做好了。榛子做出的鸭肉没有腥味，啃起来也是软糯又鲜香。酸萝卜是爽口又开胃，汤汁还可以用来泡饭，也可以用来涮菜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杀个。满满的一大碗菜，我们还是先吃点菜。我最喜欢吃里面的萝卜，老板也是。哇，这酸爽！吃了几个酸菜，这酸爽真的是累了困了，喝点歪饮料。有没有再来一瓶？什么也没有。吃肉。鸭子肉就是一个字香，然后回味的话再有一点酸辣。啃一只鸭子我也啃不完，剩下的老板晚上回来吃。我得搞快点吃了，等等下午好去看茶馆里面有没有什么活动安排。我先把这种片类肉啃了，那种腿和翅膀啊那些就等到我儿子回来再啃。这个汤真是特别安逸哈，喝起来又暖和，酸辣味的。我要去舀饭吃了，今天到这里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今天买了3只鸡，准备做一点辣鸡。正好一个人在屋头，等一下把这个鸡打整干净后，我们来炒一个鸡杂吃。
这3个鸡杂还是有点多，我现在都在纠结，是拿来炒还是拿来烧哦。莫斯科没有眼泪，大雪纷飞，你冷得好憔悴。单身的我，原本以为可以一辈子不跟谁。哇，这个鸡肚子里面还有蛋，看来只有拿来烧了。如果是炒的话，这个蛋就不好做了。鸡杂我已经全部处理干净了。这个肠子我没有要，因为天气有点冷了嘛，实在是不想洗。通通的切成片。这个鸡油砍成大块一点的。泡海椒和泡姜给它切成壳块。再来上一点姜葱蒜末。切好的鸡杂下锅焯下水，来点高度白酒。焯开过后，把浮沫打掉，打干净后漏出来控水。锅内来一点92号的菜籽油。太阳落山了，有点冷，加了件外套。把这点鸡油给它放进去一起熬一下。熬出鸡油过后，把姜葱蒜、泡姜、泡海椒放进去。再来一瓢锅四川豆瓣儿。炒香出色，下入鸡杂。来一点牛油火锅底料，烹入一点料酒，再加入水，烧开下入红薯粉条儿，没有提前泡的，调一点酱油、鸡精、胡椒粉、糖，用小火煮5-6分钟，把粉条煮熟。芹菜、蒜苗儿还有小葱，全部切成花花儿。倒入芹菜、蒜苗花花后，来点陈醋，和转和转的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非常好吃的鸡杂煮粉条就做好了，粉条爽滑，鸡杂鲜香，家常味，回味略酸，就是开胃下饭的味道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杀个。晚饭就真子安排起了哈，饮料安排上，还煮了4节香肠。这里还剩3节，明天给老板送去，我自己只切了1节。这2个菜你说不安排个饮料的话，不说别的，对不起老板至少。煮粉条我们汤要多一点，这样子它才不会干。好好吃哦。比那个酸辣粉好吃。鸡杂煮粉条这道菜是以前农村办酒的时候，不是头一天就要把鸡鸭那些全部打整出来吗？头天晚上用来招待帮忙的人呢。巴适，这个菌根脆脆的。只可惜老板不在，来粉丝吃一片香肠啊！别光吃菜呀，还是把饮料整起走。小时候啊，大人不让我们吃这种蛋，说小娃吃了的话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原理？鱼蛋、鸡蛋这些都不让我们吃，现在可以痛快过瘾的吃。今天这顿饭真的是安逸，就是安逸。哎呀，吃肉吃的是安逸，我都没想着我长这个肉脸都长圆了。算了，不说了，再见。